奶奶去世后，我帮忙换寿衣。由于我抬人的动作，奶奶的头向后仰着，嘴巴张开，一股恶臭扑面而来。我吸进了那股气，顿时觉得喉咙发紧，怎么咳也咳不出来。后来我才知道，我吸进了奶奶的阳气。阳气指人生前的最后一口气，吸入者大兄一过完85岁生日，奶奶病倒，卧床几天不见好转。有一天，奶奶忽然下床了，做饭做家务，手脚麻利。家人都知道这是回光返照，都红着眼睛陪老人忙活。奶奶说不想死在城里，让我们送她回乡下的老房子，爷爷就是在老房子里走的。临终遗愿只能满足。我和爸妈一起开车带奶奶回村。刚进老房子，村民们闻声赶来，奶奶见到老朋友挺开心，一直拉家常。后来奶奶喊了一声累，脱鞋上炕，别人说什么也不搭茬了。我坐在奶奶身边，感觉她瞪了我一眼，随后眼神就定住了，一口气没倒上来，咽了回去。爸爸提前买好了寿衣，我抬起奶奶的上半身，想帮忙换寿衣。抬人的时候，我和奶奶的脸很近，忽然听到一声怪响，好像奶奶打个嗝。我扭头一看，由于我抬人的动作，奶奶的头向后仰着，嘴巴张开，一股恶臭扑面而来。我吸进了那股气，顿时觉得喉咙发紧，就像咽下了几根鱼刺，怎么咳也咳不出来。后来我才知道，我吸进了奶奶的阳气。阳气指人生前的最后一口气，如果被活人吸入，大凶。这时，一个老头大踏步冲进来，胳膊一横，把我爸挡在了旁边。不懂就别瞎搞。回过头，老头见我还在炕上，手里拽着寿衣，气得眉毛直抖。滚下来！我被赶到一边，刚要发作，爸爸赶忙拦住。我爸说，那老头是奶奶的兄弟，按辈分，我得叫他舅爷。舅爷很快换好寿衣，就吩咐人去弄棺材以及其他应用之物。棺材运来，香案摆好，一群人忙前忙后，奶奶也躺进了棺材，只等停灵3天之后再送去火化。夜色渐浓，村民们陆续离开，关上大门，院子里只剩下自家人。爸爸终于嚎啕大哭。我劝爸妈回屋休息，自己站第一班岗。院子里有一个小棚，被临时改造成了灵堂，距离棺材几步远摆了一个马扎，我坐在上面，盯着长明灯发愣。夜间凉风吹过，长明灯有节奏的抖动，倦意袭来，我不知不觉睡着了。咚咚咚，我听到敲击木板的声音。莫名的，我感觉棺材里有什么在动，只见棺材板翘起了一道小缝，从里面钻出来一团黑乎乎的东西，颜色比黑烟浓重。在梦中，我也不知道什么是害怕，只是呆愣愣地看着那团东西，仿佛有生命一样，向我脚下蠕动过来。我没有躲闪，等着那团东西靠近，它接触到我的小腿，瞬间一股剧痛迅猛而至，它在我小腿上咬了一口，马扎翻了，我摔在地上，以为做了一场噩梦，可是小腿的疼痛仍旧存在。我穿了牛仔长裤，裤子表面没有任何痕迹，正在纳闷时，我的余光扫到了异样，是那团黑乎乎的东西，它顺着院子的矮墙跳出去了。爸妈闻声赶来，我才意识到自己叫出了声。我说了刚才发生的事，他们没信，只说我太累了，让我进屋睡觉，他们继续守灵。失去亲人的痛苦占据了他们的全部身心，再没有地方容得下其他故事了。炕上铺着老旧的被褥，我穿着衣服躺下，感觉小腿还在隐隐作痛。在我脑海中，那团黑东西始终挥之不去，它从奶奶的棺材里出现，然后去了哪儿，代表着什么，我想不通。彻夜未眠，村里公鸡打鸣后，舅爷登门，爸妈把舅爷让进屋，我不好再躺着，翻身下炕，结果一屁股坐在了地上。我这才发现，被那团黑东西咬过的左腿已经使不出力了。舅爷问怎么回事，我把昨晚的事情说了，没等爸妈反驳，舅爷的脸色一下子黑了。把裤腿挽起来，我瞅瞅，我听话照做。当我挽起裤腿，屋里的4个人一起傻眼了。在我的小腿皮肤上，赫然显现出2个深红色的半圆，齿痕清晰，这是人的牙印。爸爸惊恐更甚，他用手指点着，似乎在查牙印的数量。查过一遍，爸爸的眼睛似乎要瞪出血来，又反复确认了几次，随后扑通一声，双膝跪倒。上排牙第6颗，下排牙第8颗和第9颗是后来镶上去的，这是我妈，是您奶奶留下的牙印。妈妈想起了什么，掏出手机，她说老太太镶牙的时候是我领着去的，当时还拍了片子，我手机还存着，找出口腔、X 光片，牙齿的长短、间隙都与我小腿上的牙印吻合。无法解释，已经死去的老人难道会在夜里抱起诈尸，像对待冤家仇人一样，隔着牛仔裤在我腿上留下了齿痕。舅爷沉吟半晌，哑着嗓子说，老太太是善终吗？三爸爸说，老太太死于多器官衰竭，属于常见的老年病，而且家庭和睦，也没有烦心事。在老太太过身之前，甚至还有说有笑的，昨天在场的邻居们都可以作证。舅爷听后愁眉紧锁，嘴里念叨着，既然不是横死，家里又没什么可操心的，我这老妹子她为啥要回来呢？听到回来2个字，我们一家3口心凉半截。难道说我昨晚撞见的是？舅爷追问，除了棺材里钻出来的黑影，还有没有其他遗漏的事？别的，除非算上我的嗓子，我费力的吞咽口水，特别疼，就像有人用针扎我的喉咙。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
就昨天奶奶临逝的时候，我给她换寿衣，听到奶奶打了一个嗝，舅爷的眉毛竖了起来，说话声音也变了。闻到味儿了吗？确实有一股臭味。我刚说完，舅爷狠狠拍了一下大腿。坏了，在城里工作生活的人往往不了解生老病死的说法，舅爷作为村里有名的大佬，却对这类事情烂熟于心。事已至此，舅爷索性坐在炕上，三言两语为我们说清原委。按照传统说法，人生前的最后一口气正好卡在喉咙里，称为央气。央气不会永远留存在尸体中，在某个时间点会自行排出体外，这个过程叫做出央。很多人在网络上分享灵异经历，说自己误打误撞走进了停尸房，结果听到了死人叹气，其实就是讲述者好巧不巧的遇到了出央。民间传说，出央是指引逝者的三魂七魄离开尘世，重入轮回的关键步骤。这个过程不用想也知道，活人最好离得远一点。正因如此，死人出央，活人必煞的说法得以流传至今。具体怎么个避法呢？舅爷说，死人出央的时间看似随机，实则有规律可循。只要是懂行的人，完全可以根据死者的生辰八字，大致推断出央的时间和方位。然后门口挂上白旗，灵堂挂上白纸灯笼，让邻居和路人能够远远看到，注意躲避。出央前的一个时辰，屋里不能再留活人，有一位算一位，按照与出央方位相反的方向离开家门，能走多远走多远，脚步别停，更不能回头。离家之前，别忘了在灵前和死者常年居住的卧室各点上一堆蜡烛，如果家人胆量够大，还可以筛一些草木灰，细细地铺在卧室地面上。等到出央完毕，家人回来就能看到草木灰呈现出拖拽、滑行等类似的痕迹，那是死者的三魂七魄在屋内转悠时留下的脚印。眼看舅爷讲得兴起，如果不是腿伤与喉咙双双作痛，我真的不忍心打断他。舅爷，我这个事应该怎么处理？舅爷叹了口气说，人死为大，尸体不能随便乱动。换寿衣、装棺材都有相应的手法，才能保证活人不撞到央气。你不懂，还非要瞎掺和，让你奶奶提前出了央。我刚才也说了，央气是指引三魂七魄的，现在央气在你身上，你奶奶的魂魄就要上你的身。我妈倒吸一口凉气，上身，有什么后果吗？死人上了活人的身，那还能有好？要么的怪病，几天之内暴毙，要么疯了，想方设法自残自杀。舅爷指了指我腿上的伤口，总是停灵第一天，还不至于太闹腾，只是在身上留了记号，今晚开始就别想消停了。我爸阴沉着脸，我妈急出了哭腔，她问舅爷有没有办法破解。办法倒是有，只是舅爷看向我，眼神像是在看死人，我怕吓破你的胆。四舅爷说，能不能让奶奶永登极乐，让我免去祸事，关键就在今晚，熬过今晚，天下太平；熬不过去，全家遭殃。随后，舅爷列出几件事，吩咐我爸妈去办。爸爸听完一声不吭，单独把我妈拽到院里，两口子吵了一架。我坐在屋里，只能隐约听到几句。爸爸似乎不相信舅爷的安排，他认为有病治病，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封建迷信上。我妈只说了一句，孩子腿上的牙印，哪个医生能解释？2分钟后，汽车发动，我爸按照舅爷的指示，赶到附近的镇上，又买了一身寿衣。这第2身寿衣是给我买的，而妈妈的任务是给我化妆。农村过年，村民有自己写春联的传统，找根毛笔不算难事。我妈找邻居借了一根狼毫，又捡出几粒糯米，捣碎加水，用狼毫笔吸饱糯米汤。老屋后面的厨房有一口大黑锅，几人合力抬起黑锅，拿湿润的狼毫笔去蹭锅底灰，这就成了化妆笔。妈妈举起笔，在我脸上画线。舅爷说了，尤其是眼角和脸颊，按照老年人皱纹的形状，画得越夸张越好。当然，舅爷也有自己的任务。他搜罗干草枯柴，在灶台旁边点火烧尽，拿簸箕收起地上的灰烬，倒进笸箩里面筛。柳条边的笸箩缝隙小，筛下来的灰烬很细，吹口气都能飘起来。由于开始行动的时候已经是中午了，等到上述准备工作完成，天边即将擦黑。农村天黑得快，舅爷估计时间差不多了，让我在衣服里面塞了几条枕巾，外面再套上寿衣。有了这几层衣服，再加脸上画的皱纹，我变成了身材走样的高龄老人。我正觉得新奇，结果听到舅爷接下来的话，顿时头皮发麻。今晚应该会有东西进来。舅爷抽了一口旱烟，接着说，除了你以外，这屋里不能有第2个活人，所以那东西进来之后，你得自己应付。就在炕里边待着，无论发生什么，千万别下炕。妈妈眼角泛红，她要留下来陪我，被舅爷大声喝止，今晚万分凶险，必须听他的。那东西是大是小？长什么样？怎么才能知道他进没进屋？我问。他长得像。舅爷说到一半，突然想起什么，连忙改口，别管那么多，反正只要他进来，你肯定能意识到。而且那东西能口吐人言，如果他问你是谁，你就说你是李玉琴。除此之外，无论他问别的什么，你都只说这一句话，我是李玉琴。李玉琴是我奶奶的名字。就在我消化信息的时候，舅爷掏出几根手指长的钉子，在炕沿封边的扁木条上整整齐齐钉了一排。不等发问，舅爷便自言自语地说，这是棺材钉上好的材料，原本是给我自己准备的。
抗炎定棺材钉，这有什么用？舅爷悠悠看了我一眼，说：“防止那东西上炕。”我舅爷让我爸妈先出去，自己一边向后退，一边在地面铺上草木灰。等舅爷退到门口，地表已经铺满了一层灰烬。他抬头看了我一眼，没再叮嘱什么，转身离开了。与城里的光污染不同，村里的夜晚黑得更加纯粹。村里没有路灯，眼看着窗外变暗，村民们各自回家，生火做饭折腾2个小时。电视也不会看得太晚，很快每家每户熄灯上炕，窗外仅有的微弱光源也暗淡下去，耳边也变得清静，除了零星的几声狗叫，周围安静的要命。墙上挂着石英钟，借着隐约的月光，可以看到此时临近夜里10点。依舅爷的意思，我不能带着手机，没有了习以为常的消遣，就这样缩在炕上坐着，难免脑袋发沉。为了防止瞌睡，我提前备了一个茶缸，里面泡着浓茶。几口浓茶下肚，心率加快，脑袋是精神了，可小腹也跟着发紧。糟了，忘了问舅爷，他不让我下炕，那上厕所的问题怎么解决？偷偷溜出去方便，如果手脚麻利，浪费不了多长时间。但是我右腿被咬过，那个牙印像是某种封印，腿上使不出一点劲。正在我犯愁的时候，院里突然传来响动，是墙头砖块的动静，有人翻墙进来了。农村平房一般是南炕挨窗，北炕挨墙。这个老房子采用的是北炕格局，我向后靠在墙上，正前方5米远就是对着院里的窗户。院子不大，如果有人翻墙进来，在院内走动，我可以透过窗户看到对方。可是月光下的小院里空无一人，我所在的位置存在视觉死角，唯一看不到的就是西墙，而西墙就是昨天那团黑东西钻出棺材袭击我之后跳走的那堵墙。他回来了，他回来找我了。我揪了2个纸团塞进鼻孔，这也是舅爷嘱咐的，不能让那东西察觉到活人的气息。心脏狂跳，双手止不住的发抖。我举着纸团塞了半天，紧张的居然找不准自己的鼻孔。在我转换到用嘴呼吸之后，平房的正门吱呀呀响起，紧接着卧室外的走廊里传来有节奏的声音，啪嗒啪嗒，仿佛有人在光着脚走路，只是频率更加缓慢，不像活人的步伐。声音由远及近，那东西离我仅有1墙之隔。距离最近的时候，除了脚步声之外，我似乎还听到了爪子刮擦墙地的声音，听得我心里发毛，头皮就像过电一般，每个毛孔都胀得生疼。到底是什么东西？有人类的脚，还有爪子。走廊通往后厨，他很快转了回来，显然后厨没有他要找的东西。脚步声在卧室门外停下了，我压住狂跳的胸口，眼下心率高的可怕，还伴随着强烈的耳鸣。我意识到自己呼吸困难，但我无能为力。吱呀呀，门框荷叶发出让人牙酸的噪音，开启了一道门缝，外面是浓重的黑色，仍旧是那团黑色东西，但它现在变得更大更高，它像液体一样顺着狭窄的门缝挤进来，最后露出漂浮在那团黑色上方的脸，皱纹堆叠，须发皆白，一对圆眼亮着金光，四处乱转，随后迅速锁定在我身上。他咧开嘴，像是露出了笑容，嘴里红得渗人，牙齿残缺不齐。你是个谁？是奶奶的声音。最初看到那张脸皮，我感觉似曾相识，但是眼前诡谲的场景让我不愿相信。直到他说话，你是个谁？他走近了，那张脸愈发清晰，但是与奶奶生前不同，那张脸皮上有蛆虫留下的孔洞。我终于明白，舅爷说起那东西长得像他的时候，为什么要改口了。他的声音很像奶奶，但是更尖锐，更扭曲。重复那句话的时候，好像每个字都在刮擦我的耳膜。我说不出来话，即便舅爷已经告诉我如何作答，但我真的说不出来。你是个谁？他已经走到炕边，我和那张惨白的脸只有不到2米的距离。我尝试着张开嘴，但是发不出任何声音，得不到回应。他似乎变得更加开心，笑容变得更加夸张，嘴角咧到了耳朵，整张脸几乎一分为2。黑色侵袭到炕沿，他要上炕，完全没看到舅爷留下的棺材钉。突然，就在那团黑色接触到棺材钉的瞬间，他触电般的向后躲闪，随后又尝试了几次，棺材钉依旧把他挡在炕下。他的笑容消失了，嘴角向下弯曲，哭丧着脸，露出活人绝对做不出来的表情，比刚才恐怖更甚。他低头去看棺材钉，仿佛知道那是无法逾越的屏障。有救了，多亏了舅爷，要不然我今晚肯定要交代在这里。在我暗自庆幸时，他始终没有离开。然后从那团黑色之中探出了2只爪子，长满刚毛，爪尖泛着寒光，比狼爪更大，比鹰爪更尖。咔咔咔咔，他在用爪子去刨炕沿的扁木条，木条年深日久，早已糟朽不堪，木屑翻飞的动静直往我的心缝里钻。不过几下，扁木条承受不住他的利爪，当啷一声，一段木条连同钉在上面的钉子掉在了地上，一条上炕的通道就这么被清理了出来。再没有任何阻碍，那张白毛老太太的脸咧着血盆大口向我扑过来。6夜间的经历在我的记忆中戛然而止，我昏睡过去，心脏不再狂跳，小腹的鼓胀感也消失了，直到下半身的不适感和刺鼻的骚臭味合力将我唤醒。清晨的阳光投射进来，我发现自己倒在炕上，牛仔裤里泡着屎尿。
舅爷第一个冲进来，看到棺材钉掉在地上，连喊了几声坏了，又凑到我面前，盯着我的眼睛，确认我还是我，体内没有其他东西，这才松了一口气。爸妈见到我的惨状，都吓得脸色发白，问我昨晚的情况。听我讲完夜里的恐怖经历，舅爷连连摇头，他没想到那东西这么邪性，连辟邪的棺材钉都敢碰。我说除了害怕之外，身体倒是没感觉有什么异样，难道那东西折腾半天，最后却放了我一马？舅爷说，如果不是你下的失禁，屎尿气流，早就没命了。依舅爷的说法，所谓精怪鬼魂都有一项致命弱点，害怕秽物。凡是五谷水源经过人体的消化流转，皆可称为秽物，一旦沾染，精怪道行尽失，鬼魂元神俱灭。昨夜我晕死过去，原本鼓胀的小腹失去了控制，之前吃下的食物连同我喝的一大杯浓茶一起喷了出来。那东西知道秽物的厉害，不敢靠近，又不舍得走，一直在炕边转悠，天亮前才离开。舅爷指了指地面，草木灰表面的痕迹极为清晰，除了舅爷和我爸妈的脚印，还有一种印记，那似乎是一双很小的脚留下的，只能看到前脚掌，指甲长得离谱，在每个脚印前都剐蹭了几道尘土。是了，舅爷说那东西不是活物，脚下没根，所以我们只能看到前脚掌眼尖那脚印密密麻麻。回想我昏死的时候，那团黑东西，那张狰狞的脸皮一直在我面前游荡，便止不住的后怕。我妈问接下来怎么办，舅爷说还得再坚持一晚，等3天停灵一过，尸体火化，把棺材也烧掉，应该就没事了。为了保住我的小命，舅爷准备多找点辟邪的物件，可是还没等他说完，我爸再也控制不住情绪。不顾我身上的屎尿，爸爸背起我就往院里走。舅爷想完，我爸破口大骂，这是我的孩子，我对他的命负责，你想搞那些他妈的封建邪说，用你自己孩子搞去。车子停在院里，爸爸推开舅爷，把我放到后座上，回到驾驶座踩下刹车。奇怪的是，无论我爸怎么尝试，汽车始终打不着火，发动机无法启动。舅爷扒在车窗上，隔着玻璃喊道，这孩子已经被盯上了，事情解决之前他根本出不去这个院子。爸爸听不进去，车子发动不了，那就用人背，死活也要离开这个村子。拉开车门，爸爸背上我，快步走到院门口，随后扑通一声，双膝跪倒。我体重不过150斤，我爸虽然人到中年，但是经常健身，即便吃力一些，也不可能完全背不动。爸爸脸上瞬间见了汗，他喘着粗气，让妈妈过来帮忙，却仍旧站不起来。既然背不动，就把我放下来。2个人合力拖动，但还是纹丝不动。几个邻居看到了，也过来帮忙，最后凑够了8个人，前面拽，后面推，每个人额头上都青筋暴起，而我还坐在原地。作为当事人，我很难表述当时的心情。这么多人合力，就算是抬车也抬走了，而我的体重好像瞬间变大了几10倍，无法用常理解释。邻居们陆续停手，躲在远处窃窃私语。亲身经历这种事，爸妈显然也被吓到了，下意识的又看向舅爷。舅爷面色平静，我爸的恶言相向，他压根没往心里去。作为传统民俗的从业者，类似情况他见得多了。再坚持一宿吧，只要听我安排，我的老妹子永登极乐，你的孩子也能保住。还指望用屎尿驱邪？爸爸坚守着底线，他说绝对不行，我们一家人必须待在一起，孩子出事，我他妈也不活了。当真？当真？舅爷问。过身的母亲，健康的孩子，对你来说哪头轻哪头重？当然是孩子。舅爷又问，就算让你妈变成孤魂野鬼，你也这么选？爸爸提高了嗓门，死人再重要，如果威胁到活人，什么死人都得靠边站。别说我不认那东西是我妈，就算真的是我妈，也得认这个理。舅爷听后一声长叹，行吧，你的妈，你的孩子，你说了算。要是只保活人，我有一个足够稳妥的办法。7回屋的时候，我的体重回归了正常，只爸爸一人就轻松地把我背到了炕头，扫除草木灰，扔掉寿衣，拔掉棺材钉，擦进炕铺。我换上备用的衣裤，一夜未眠的困意卷土重来，在爸妈的陪伴下睡了整整1天。当我再睁开眼，老房子里已是人满为患。舅爷的办法简单粗暴，只要正气够足，阳气够旺，那东西必然不敢靠近。过了今晚，那东西便无法再纠缠我，只能成为游荡在荒山野岭的孤魂野鬼。至于那东西是不是奶奶，我不愿想，也不敢想。舅爷叫来了一起打麻将的老伙计，家里的子侄，还有其他热心肠的村民，热热闹闹共有37人，其中仅全户人一项便有15位之多。全户人指的是父母健在，夫妻和睦，兄弟姐妹俱全，且有儿有女的人。民间是全户人为福星，红白事都少不了这种人正常。大家清楚，今晚要用活人气驱邪，但也不能干坐着，否则大眼瞪小眼，手头没事干，心里就得犯嘀咕。所有人心里都犯嘀咕，那叫死气沉沉，活人气也就散了。于是2个卧室各摆了2桌牌局，每桌都凑着几个大嗓门的观众。炕上放小木桌，摆满酒菜，一群人围坐，嗑瓜子，侃大山。都是生活在一个村里的人，原本关系就近的，自然聊得热火朝天；面生的，寻个共同话题，几句就聊开了；有隔阂的，听几句劝解，2杯白酒一碰，哈哈大笑，话干歌为玉帛。
后面的厨房也不冷清，黑锅重新开了火，凡是仗着自己有点手艺的，全都聚在一块，有人掌勺，有人打下手，插不上手的就在一旁扯着嗓子指导。院里更热闹，舅爷不知去哪寻摸了一群孩子，都是阳气冲天的中午出生的，每人发了鞭炮烟花，还寻求家长同意，今晚可以随意熬夜。准许熬夜对淘气的孩子来说是莫大的恩典，一群孩子撒开了欢，如果没有舅爷及时制止，孩子们差点上房揭瓦。我坐在炕里头，被几十号人围在正中间，安全感爆棚。再回想昨夜种种，顿感天堂地狱。出事的时间是在深夜2点，牌桌上的人已经换了几茬，难免人困马乏。后厨早已停火，人们都挤在卧室里，温度升高，陆续有人打起了瞌睡。想熬夜的孩子往往都是嘴硬，院里的玩闹声停了，跟舅爷打过招呼，孩子们陆续回家睡觉。本以为今夜太平，可是当我看到舅爷铁青的脸色，我知道事情还没了结。一开始是一个乡音极重的大叔抽了抽鼻子，问旁边的人：“你闻到啥味了吗？”我咋觉得好像有东西糊了？周围人提着鼻子闻，有人说闻到了，有人说没有。正在四下寻找的时候，窗前划过一缕火光，在黑夜中异常刺眼。紧接着，浓烟顺着门缝飘了进来。着火了，如同一声号令，窗外立刻火光冲天，屋顶的干草还有其他什么东西烧成了一个个火球，在窗外纷纷下落。屋里一下炸开了锅，人们大呼小叫的往外跑，乱成一团。爸爸在喊我的名字，腿伤没好，我只能一点点向炕边爬。就在我把手伸向爸爸的时候，我看到了汗毛倒竖的一幕。浓烟中，我爸弯着腰，后背上有一个人影，身形穿着和我一模一样。在爸爸跑出房门的瞬间，我确信那个人影回头看了我一眼，那就是我。他在笑，仿佛阴谋得逞。村民们发疯一样出了院门，拔腿狂奔，直到耳边猛然听到一声铜锣的脆响，这才纷纷站住。是舅爷，他提着铜锣，气喘吁吁地喊：“都跑个屁！回头看看！”众人转过身，哪里还有冲天火光？老房子完好无损，依旧静静地伫立在黑夜中。只是房子里的灯熄灭了，大家如梦初醒，幻觉，集体中招，他们被迷了。最后一个跑出来的人是我爸。舅爷见到我爸，立刻瞪圆了眼睛：“你怎么自己跑出来了？你孩子呢？”“我背着呢。”爸爸说着话，转身给舅爷看。在场的人无不倒吸一口寒气。爸爸背着的是一个纸人。再一声铜锣响，跟随众人跑出的妈妈背着纸人的爸爸终于苏醒。顾不上害怕，爸妈没命地冲进房子，炕上却看不到半个人影。爸妈和村民们被迷以及逃离的细节，是我之后听他们说的。而在当时听到失火的消息后，我只知道所有人飞快地消失在门口，屋里只剩下我一个人。灯光毫无征兆地熄灭，冰冷的黑暗重新掌权。然后奶奶出现了，不声不响，没有那团黑色包裹。停灵2天之后，奶奶已经化成了人形。只是他瞬间出现在炕前，身上穿着寿衣，脸上布满蛆虫，还有血盆大口的微笑，怎么看都不像活人。我没有寿衣，脸上没画皱纹，炕头没有棺材钉，奶奶再也不需要问我你是谁了。想尖叫，想呼救，他们还没走远，活人们还没走远。脑中刚刚萌生出这想法，奶奶就掐住了我的喉咙。与其说是手，更不如说是爪。奶奶的指甲尖锐锋利，我感觉到血液顺着脖子流淌，手上的钢毛坚硬粗壮，扎得我疼痛难忍。从过年般的氛围到人鬼对峙，不过短短几分钟，大脑接收不了如此剧烈的转变，我的意识再次宕机。可惜的是，屎尿无法再救我一次了。奶奶掐着我的脖子，跳出房门，翻过西墙，我只觉得浑身轻飘飘的，脚不点地，不知死活。老房子是村把头第一家，翻过墙便是后山，没有资源，不宜种植，毫无价值的后山，其实是无人问津的荒山。奶奶把我举在空中，走上荒山。我一直处于半梦半醒的状态，被掐住的脖子居然没有丝毫不适，反而有一种被裸脚之后瞬间丧失意志的快感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奶奶停下了，她松开手，我摔在地上，抬起头才发现我们已经来到了山顶。肌肉和关节不听使唤，我如同一具意识尚存的尸体，被奶奶翻转过来，仰面朝天。奶奶扯开我的衣服，用指甲划开我的肚皮，比手术刀还要顺畅。我能看到自己的内脏还在微弱的颤动，奶奶低着头，认真地取出我的肠子、肝、肾，虽然感受不到痛楚，但是看着自己被开膛破肚，总归是觉得恶心。我移开视线，看着前方天地反转的世界，紧挨着头顶是2个坟包，坟前立着2块粗糙的墓碑，这是上个世纪村中常见的土葬方式。由于是倒立的画面，我费了好大力气才辨认出左边墓碑的文字，上面刻着的是我爷爷的名字，奶奶死后是要与爷爷合葬在这里的。再低头看，面容可怖的奶奶正在把我的肠子摞起来放在脚边，转头继续对其他内脏下手。她在我体内翻找属于她的阳气。奶奶认真地举行自己的死亡仪式，她将得偿所愿地带着自己的阳气入土，我只是一件陪葬品。看得有些无聊，我重新抬头去看右侧的墓碑，可以轻而易举地辨认，那上面刻着我的名字。这里为什么有我的坟墓？难道我早就死了？
不能理解我过的人生，我的家人，我的记忆都是假的。面临死亡的恐惧已经让我麻木，但是这个试图否定我存活过的谜团，如一道猛烈的电流撞击我的心脏。霎时，痛觉、疲惫、寒意重新回到体内，还有受到巨大刺激之后所产生的恶心。看过的影视剧中，经常有角色遭遇巨大变故，第一反应就是呕吐。我原本不信，但是现在恶心的感觉来得太真切，不由得我不信。气管和食道的反应是人类无法主管控制的，我终于干呕了。伴随着干呕，一股恶臭的黑气顺着我的口鼻出，随后是猛烈的干咳，我坐了起来，咳得眼泪直流。当我终于擦干眼泪鼻涕，我才意识到奶奶早已停手，锋利的指甲没了，血盆大口没了，站在面前的就是曾经的那个慈祥的老太太。她看着我，脸上竟然带着几分愧疚，然后像一个被针戳破的气球消失无踪。天亮时分，爸妈和村民们才爬到山顶。这座荒山有几百米高，没人清楚我是怎样在那么短的时间出现在山顶的。经过检查，我的肚子上没有任何伤口，腿上的牙印变成了普通的淤血，几天后就消散了。那座有我名字的坟是真实存在的。面对亲历的无法解释的一切，爸爸说出了他一直隐瞒的往事。在我之前，爸妈曾经有过一个男孩，幼年夭折，孤零零地葬在荒山上。后来就有了我，也正是因为我，爸爸和爷爷奶奶陷入了争吵，爷爷气得一病不起，病故后就葬在他宠爱的孙子身边。至于为什么争吵，我或许还没有透露过。我是女孩，老一辈人重男轻女，在我出生之后，爷爷逼我爸再要一个孩子。我爸是倔脾气，他觉得女孩好，而且妈妈的身体不适合再生育。为了对抗爷爷，爸爸甚至给我起了和那个男孩我素未谋面的哥哥一样的名字。奶奶心太好，几年后放下了这件事，搬来和我们一起住，给予我这个孙女她所有能给的疼爱。但是失去老伴的痛楚是无法磨灭的。据舅爷所说，因生男生女一事导致丈夫病故，是奶奶深埋在内心的执念。临终前，奶奶瞪我的那一眼，便是她卸去所有伪装，把我视为杀父仇人的表现。死后出央不顺，更加重了这种执念。而在荒山上，央气离体，魂魄回归片刻的清明，丈夫与孙子的坟包让死后的她思念起家人的种种，对儿子儿媳的关切，对孙女的疼爱，终于战胜了片刻的黑暗。开车离开村子之后，重新驶上高速公路，爸爸说让我把舅爷的话当放屁。我反问，那在老房子里发生的一切要怎么解释？爸爸扭过头，大骂野蛮超车的司机，把我的问题晾到了一边。后来我偶尔会梦到奶奶，她在梦里只是看着我笑，一言不发。我偷偷给舅爷打电话，问这有没有什么说道。舅爷说没事，寿终正寝的人在梦中是不会说话的。